老妹说电影，天天好电影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今天讲的《色戒》是钟丽缇主演的同名电影，可以说是钟姐一脱成名的代表作，精彩刺激程度绝对不亚于李安的《色戒》。故事是这样，一群僧人骑着骡马在夕阳中前行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接闭关修炼了3年3个月3周03天的达氏。3年多没有出过石窟的达氏头发又干又枯，指甲又黑又长，身上的味道，多年的打坐让达氏还不能立马直立行走。僧人们十分小心地挪动着达氏尊贵的躯体，临走前被他们蒙上眼睛，以防被太阳刺伤。之后他们来到了河边，为达氏进行了一番梳洗。此时的达氏如刚降世的婴儿般纯洁干净。回到寺庙后，僧人们为大士去完了迎接典礼，为他的涅槃重生进行表彰。几天后，达氏和僧人们举办仪式，为村民祈福，别的僧人都忙来忙去，只有达氏一人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顺着目光寻去。阿西吧，他竟然在看女人喂奶。达氏师傅意识到了他的失态，派人把他带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到了丰收节，僧人们开始为村民诵诗，别的僧人都忙来忙去，只有达氏一人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顺着目光寻去。阿西吧，他竟然在看妹子呀，也就是我们的女主小缇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仿佛在说：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再瞅一个试试。从没有见过哪个女人的嘴唇如此之厚，达氏心里这个刺挠啊。到了晚上，他偷偷地溜了出来，没想到正巧遇到了日思夜想的小缇。两人第二次见面，眼睛里仿佛都穿着火花。此时此景正应了那句话：潜心修行1个月，不及姑娘风正红啊。回去后，达氏做了一个美美的梦。第二天，达氏要离开村子了，临走前他又看到了小缇，两人的目光中满是不舍。回到寺庙后，达氏仍然对小缇念念不忘，梦里梦见他心爱的姑娘，心里满是欢喜，欢喜到竟然尿了床。旁边的师弟亲眼目睹了达氏的窘样，达氏在他心中的圣洁的形象瞬间倒塌，师弟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转头就去告诉他师父，师父为了能够达氏潜心修行突破这一关，给了他一张地图，要他自己去寻找答案。按照地图的指引，达氏来到了另一间寺庙，老和尚递给达氏一张纸，达氏一看，咦，竟然是一张小黄图。达氏说：大师您这是在点无人生就要突破禁锢，敢闯敢做吗？大师说：你把图纸放在烛光下仔细看一看。这时小黄图竟然变成了2个骷髅，瓜娃子还敢闯敢做，我看你是真敢想啊。达氏听完大师的教诲后，回到了寺庙，他找到了师父，对他说：释迦牟尼29岁前上线过着凡世的生活，凭啥要俺5岁开始就在这个寺庙里守身如玉呀？俺不服，俺不开心，俺很生气，哼。知道自己烦心已动的达氏最终离开了寺庙，来到了小缇家，准备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可小缇见到他以后，我却懵逼了。不会吧，大师你不会是为了我重新踏入红尘了吧？大师说：你这个黄毛丫头坏得很，撩完我就跑。你要是说那天只是单纯的人群中多看了我2眼，对我完全没意思，那我现在就走。接下来的情节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出来。小缇主动示好，俩人就这么在田地里肆无忌惮地奏起了生命的乐章。可此时两人之间还有一层阻碍，那就是小缇的未婚夫。没错，小缇的爸妈早已把她许配给了村东头的阿狗，不过人家阿狗也不是傻子，整天看着这俩人眉来眼去，早知道咋回事，于是主动找到了小缇，对她说：以后你设你的会，我付我的柜，咱俩香水不犯花露水。就这样，小缇和达氏顺利的成了婚。婚后，小缇很快就怀孕了。这时达氏发现了帮村民卖粮食的杜华是个奸商，不懂人情世故的他当场就戳穿了对方缺斤少两的计码，丢了面子的杜华转身就愤怒地离开了。村民们并没有因为达氏的火眼金睛而感谢他，反而指责他让大伙卖不出粮食了。达氏不服气，没有他杜华这粮食还卖不出去了。
于是第二天他亲自去城里卖粮，结果卖到了比杜华高好几倍的价钱。回来后，村民们瞬间变脸了，纷纷夸赞大师不仅火眼金睛，而且能力抽群。达氏的名声瞬间传遍村子东西头，很快小提和达氏的孩子也降生了。这可真是事业家庭双丰收啊！达氏得意的不行。一天，达氏在工人分钱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漂亮美眉，美眉名叫小丽。啊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，达氏似乎再次感受到了春天。几年后，达氏的村子里的名声越发好了，大总的气质加上超高的颜值，那简直是村里小姑娘们的头号梦中情人。这一年，达氏发现了小提的未婚夫阿狗还在卖粮食给杜华，达氏赶紧上前阻止，结果被这俩人轮番拳脚伺候。达氏很不解，怎么自己好心还被揍了呢？小提上前安慰说，也许等二狗结了婚定了性就不会这么做了。当天晚上，村里的农田着了火，村民们忙活了一晚上才把火灭掉。达氏以为是因为白天的时候和阿狗起了冲突，所以这火就是他放的，可阿狗当场就否认了，于是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杜华身上。达氏愤怒地找到了杜华，大喊一声，小贼看着，结果达氏被打成了狗头，还被杜华一顿臭骂，说老子才不会干这么缺德的事呢。经过这次的双重羞辱后，大师很没有面子，从那以后他就和小提身份互换了，小提负责出去卖粮，他在家相妻教子。这一天，小丽找上门来领工钱，空荡的屋子里就他们俩，然而你一眼我一眼，确认过眼神是可以演奏的人。完事之后，小提的声音响起了，达氏让小丽赶紧穿衣服走人，可小丽却不慌不忙说，哎，有啥可着急的，嫂子说了，这事儿早晚没发生大事。当朝就懵逼了，怎么的？难道我的脑门上写着淫魔俩字？达氏羞愧难当，这时他的师弟找了过来，师弟告诉达是师父去世了，临走前留给了他一封信，信上写道，我业未尽，等继续轮回，来世若能相遇，或许你能告诉我，满足1000个欲望和战胜一个相比哪个更重要？这句话直接点醒了达氏，他终于理解了那句色即是空的含义，原来佛法一直在他心中。去意已决的达氏再次整装出发剃发修行。这时小提追了上来，他对大师说，释迦牟尼也是为了修行抛弃妻子，可他从来不曾想过他妻子孩子的感受，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佛法无边吗？如果你们心中真的有佛法，那不管身在何处都能修行，何必在意外在的形式呢？尽管明白小提的意思，可是达氏再无颜面对小提，他还是坚持要走。最后小婷也没有继续挽留，把达氏落在家里的佛珠和木鱼扔给了他，就走了。留在原地的达氏痛苦不已，路就在前方，可他已不知何去何从。电影到这结束了，喜欢阿妹讲的电影就点个赞吧，也别忘了订阅老妹频道啊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